我们开始接着染昨天的啊，这我们昨天上完一遍颜色以后，对吧？上完一遍颜色以后，我们今天接着把它颜色完成。看我们竖的地方，对不对？山石地方，好的颜色没上到的地方，我们今天再调整，再接着上一下颜色。看云的地方是不是啊？看云的地方颜色不要太深，对不对？哎，颜色不要太深。到最后的时候啊，你看上完山石、树木的时候，如果感觉颜色不够的话，可以局部再加一些。我们先加山石的地方，还是山石的地方，我们还是用赭石、藤黄这两个颜色。赭石、藤黄，哎，我们昨天加的里面加了一些那个稍加了一点淡墨啊。我们今天上第二遍颜色的时候，看就是赭石、藤黄，稍加点什么？稍加一点朱标，哎，稍加一点朱标，不要加淡墨啊。可以，同学们可以啊，可以先看一段时间也可以啊，看两遍可以。我们都有啊，我们前面有基础的课，肯定能学会啊。赭石、藤黄，哎，加一点朱标啊，稍加一点朱标，三个颜色合在一起。这样我们开始上山石的部分啊。我们昨天上了一遍颜色，对不对？哎，今天上第二遍颜色，我们开始加一下啊，还是这个加在我们村的地方来一点。看，哎，山石村的地方，哎，就是我们昨天啊，昨天开始第一遍上颜色上赭石的地方，今天还是这个，还上了这个位置啊，还上了这个位置，就是比昨天的颜色稍微亮一点，是不是？哎，今天我们稍加了一点什么？加了点朱标，颜色稍微亮一点。你看，还是加在我们村的地方，哎，加到我们村的地方，让这颜色呢稍微的比我们昨天颜色，哎，稍微的亮一点。看，上完以后，树干的地方，哎，松树树干，看干了以后颜色稍微浅一点，稍微浅一点，我们可以再加一下，用我们村，用我们开始上山时的一个颜色，哎，把这个松树的树干，哎，稍加一点，哎，稍加一点，你看，有时候我们上颜色也是上完一遍颜色，有时候干了以后湿的时候感觉颜色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深，你看干了以后，对不对？干了以后的颜色相对来说，哎，就会浅一些。所以说，等干了以后，我们可以再颜色调整一下，哎，该加的地方，哎，我们稍加一点，对不对？哎，该加的地方稍加一点。看这浅的地方，对不对？我们稍加一点。加的时候还是我们昨天加赭石的地方，加石的地方，哎，我们今天第二遍颜色还是这个位置，还是这个位置。然后啊，记得我什么呀？我们上第二遍的颜色的时候，注意这个颜色的面积啊。我们常用这个就是覆盖的颜色，有时候不是一遍颜色能上好的情况下，我们上第二遍的颜色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呀？上第二遍颜色的面积，着色的面积要比第一遍的颜色稍微的
面积要小一些。你看，就是说在上色上它形成两个层次，对不对？哎，第二遍的颜色，哎，要稍微那个面积要小一点，小一点。嗯，稍微小一点。赭石、藤黄、朱标三个颜色。看，哎，昨天的颜色，今天昨天我们这个赭石里边是加了淡墨，我们今天没加淡墨啊，大家注意一下。哎，我们今天是加了一点朱标，哎，加点朱标的颜色，就是说赭石藤黄加朱标。看它的面积啊，你看我们今天上的面积，颜色着色的面积比昨天的面积要少一点，把昨天的这个颜色，对吧？我们不要全部覆盖，要什么？哎，要留出来，形成两个颜色，对吧？形成一个层次，哎，一个深浅的层次。昨天的颜色稍微浅一点，也稍微浅一点，今天颜色稍微的亮一点啊，也稍微亮一点。嗯，这个结构线，大家注意一下啊，我们可以用今天的颜色，昨天我们也用这个赭石把这个轮廓线，对吧？我们稍微的用颜色复构了一下，今天也是啊，用这个赭石把这复构线，我们再去复构一下，就是我们这轮廓线，对不对？哎，不要太这个明显，用颜色复构一下，去复构一下。复勾了以后，对吧？到我们后边点彩的时候，对吧？它能和我们这个点彩部分融在一起，融在一起，不是说单一的特别明显的一个墨线。哎，颜色对吧？颜色我们可以调节画面的氛围，然后让颜色和我们的这个墨线结构，对吧？融在一起。嗯，看啊，哎，山顶的地方，对不对？哎，山顶的地方稍微颜色，你看稍微多一点，稍微多一点。到我们后面点彩的时候啊，它有了底色，哎，能融在一起。哎，它的面积啊，你看啊，哎，像昨天对吧？上的赭石，哎，上的稍微多一点，今天你看上的少一点，稍微少一点。哎，这是前面，哎，前面这个主山的位置颜色我们上好以后，看远山，上面就是上远山。哎，这个远山，看上的时候，我昨天也是，我们远山上了赭石，对不对？哎，今天稍微的加一点朱标，我把上面来点朱标，藤黄，但是赭石朱标。远山的时候，你看啊，远山的时候，我们调这个颜色呢，让朱标稍微多一点，哎，说朱标多一点，让它发一点红色，哎，稍微发一点红色。
一点赭石。你看啊，我们对吧？近景的是赭石为主，稍微加点藤黄，稍微加点朱标。到我们画远山的时候，这是朱标稍微多一点，赭石藤黄稍微少一点啊，就是3个颜色的比例，对不对？哎，随着画面的需要，我们3个颜色，哎，比例稍微的变一点，哎，稍微变一点。你看啊，画远山，哎，颜色让它稍微的红一点，哎，你看，对不对？让它有山顶的地方啊，远山也是有山顶的地方，让它稍微红一点。然后下边呢，你看下边让它稍微虚下来，哎，稍微虚下来。那下面我们可以用什么？哎，用清水衔接一下，对吧？衔接的颜色，把它虚下来，让它山顶呈这个红，就朱标的红色啊。哎，形成一个山顶，形成一个朱标的红色，对不对？你看啊，山顶地方让它朱标稍微多一点，哎，朱标稍微多一点。你看，过来，对不对？对吧？哎，这个颜色调的时候啊，我们下边的颜色是，你看前面颜色是赭石多一点，藤黄，对吧？到后面了啊，朱标多一点，藤黄和赭石少，它的比例反过来啊，反过来去调。哎，这个比例反过来去调。前面主山的地方，哎，它的是赭石多一点，对吧？赭石多一点，然后藤黄少一点，朱标少一点。到后边远山是什么？哎，到后边远山就是哎，朱标多一点，藤黄少一点，赭石哎略少一点，是这样的啊。哎，让它远山，你看山顶是红色，对吧？偏红色，哎，形成一个整个画面，哎，形成一个这个，对吧？秋天的这个气氛，哎，烘托一下主山这个啊，对不对？远山也是为了什么？烘托我们这个主山。哎，下面哎清水，你看对不对？哎，让远山的山顶部分，对吧？让它偏一点红色，偏一点红色。你看它和我们用颜色画的远山，对吧？哎，它能很好的协调在一起，很好的协调在一起。要注意我们颜色的协调，对吧？画面的统一，颜色也要统一。哎，少来一点，你看。让它山顶地方，远山的山顶地方，哎，发一点红色。因为看，因为我们远山，对不对？远山只是用颜色去染，不用点彩，对不对？所以说颜色让它稍微的亮一点，亮一点。到进驻的对，到主山的时候，我们去点彩，这和哎就能很协调，对吧？颜色就能融在一起。看这远山，哎，近景的远山，加一点这个颜色，加颜色。看昨天我们这个瀑布的地方是不是干了以后啊？你看
干了以后它的颜色，对吧？就是稍微浅一点。还有我们云的地方，你想看这个远山，远处的云和我们远山，它的颜色没有，就是说没有这个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上颜色的时候啊，你看我们到后面调整的时候，把这个远山的地方、远处云的地方稍微的加点颜色，可以稍微加一点颜色。就是说我们染云的话啊，到后面染的话，你还要稍微打湿一下，哎，需要打湿一下。需要我们加颜色的地方，你看，注意什么？哎，注意我们远山，对吧？我们远山是用颜色染的啊，对吧？直接画出来。我们前面的云，对吧？直接就是说花青和淡墨，所以说让颜色这样要衔接一下啊，要衔接一下，就是在我们远处的云上面稍加一点赭石的颜色，和我们这个远山衔接一下，哎，稍微衔接一下。这个不能说，你看远处的，我们用颜色上的远山，是吧？是那种赭石色偏红一点，到前面的云，突然就是变成那种这个花青的这个淡青色，就是墨青色，对不对？它们有一个衔接，所以说到后面我们上颜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让它这个云的地方稍微有一些衔接，就是在我们染的这个墨青的颜色啊。墨青的颜色上面稍加一点赭石的颜色，你看啊，赭石，看着啊，赭石、藤黄两个颜色，赭石、藤黄，一点点注标啊，稍微一点点注标，还是这三个颜色调在一起，哎，还是这个颜色调在一起。看啊，远山稍加一点，下边让它虚下来，让它虚下来，然后在远处的云的上面啊，下边不要去染，在云的上面去染，稍加一点这个赭石啊，我们刚才调的这个藤黄、赭石、藤黄和珠标，你看啊，哎，在云的上半部分，哎，在上半部分稍加一点颜色。整体的来说啊，它的云的下半部分还是墨青色，上半部分让它偏一点红色，稍微有一点红色，和我们的远山衔接在一起，对不对？它的颜色来说，它有个过渡，有个过渡，不是说我们远山是红色，到前面云就变成一个这个墨青色，对不对？你稍微的加一点颜色，让它有个过渡，颜色的过渡，云的过渡，对不对？你看啊，加一点颜色，把远山哎衔接在一起，云的上面，你看啊，对不对？云的上面稍加一点，哎，稍加一点，稍加一点这个赭石的颜色，哎，来一点，看对不对？哎，你看远山我们是这个稍微偏红一点，是不是？哎，到远处的云上面也有这个颜色，就是说我们颜色这个就是山的反光色，对吧？透到这个云的上面，反过来，它云层的上面稍微让它偏一点这个赭石色，稍微来一点，你看，不要染太多。下半部分注意啊，我们云的下半部分还是一个墨青色，就在云的上边，哎，染一点，然后稍微远处的颜色赭石多一点，越向前，对吧？
哎，靠前，哎，我们的颜色越少，对不对？你看啊，我染的匀，是不是？远处的褶饰多一点，越往前面越少。哎，这个颜色的过渡，你看这种匀的方法，哎，这种匀的方法，如果我们画这个旭日东升的话啊，比如说我们远处画旭日东升，靠近太阳的地方，它云层上面可以用这个颜色，哎，稍微的加一点，就是我们光线太阳升起的时候照在这个上面云层上面，对不对？发那种红色或者金黄色，哎，得加一下这个颜色，不要单一的用这个墨青色去染云，要这是个染云的一个方法，对不对？哎，染云的方法，我们到后边要画旭日东升啊什么之类的啊，你可以再加这个颜色，它的方法是一样的啊。比如说加这个赭石也可以，加这个金黄就调个金黄色加上面也可以，但是它下面注意啊，它云的下面还是这个墨青色，对不对？哎，下面啊，水的地方。水流的地方，我们稍加一点这个墨，还是这个水调一个墨青色，要调一点墨青色。赭石不是赭石了啊，花青加一点淡墨啊，不是赭石是花青，花青调一点淡墨，调就墨青色。哎，水口的地方，哎，稍加一点，哎，稍加一点，把这个对吧？水口的山石部分，对吧？两边山石的部分，哎，让它稍微的加一点，还是这个墨青色，哎，加到这个水口的位置，哎，尽量把这个瀑布，哎，用颜色把它挤出来，就是我们说的啊，衬托出来，哎，把它衬托出来，让这个瀑布呢稍微的让它亮一点，突出一点，因为我们表现的是这个瀑布，对不对？你让它稍微的亮一点，明显一点。先染水中的小碎石，你看，哎，小碎石下来，哎，画的时候，沿着我们的小碎石啊，去染这个颜色。你看，下边让它，哎，落笔稍微重一点，和我们下边的云，你看啊，和云结合在一起，对不对？哎，和我们下边云让它融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哎，形成一个完整的啊，这个瀑布的水汽，对吧？和云，哎，我们结合在一起，哎，下来。再加了一点啊，你看，这是稍微加点颜色。我们后边加云的地方也是啊，加云的地方，也是喷湿了以后我们去加的啊，要喷湿它以后再加，不要干着去加。哎，我们湿染云的时候到后边干了以后，我想加颜色的话，哎，还是把它要打湿啊，要打湿去染。哎，近景的地方，你看树后面，哎，稍微加一点颜色。还有呢，还有我们下边啊，下边平台观景台这一部分，哎，观景台这一部分也是啊，稍微的加点颜色，哎，稍微加点颜色。下边就是啊，像中间的云，对吧？中间我们这个云薄的地方，对吧？云中间薄的地方就不要再加了啊，就留出来，就是淡淡的一点这个云层。哎，山脚的地方云层稍微重一点，对不对？你看啊，靠近这个平台的地方，云让它稍微重一点，中间云海的地方，对不对？哎，就留出来，
比如说稍微浅一点的颜色，就是我们云中间稍微薄一点的地方，就云层薄的地方，有深有浅，对不对？不要都是一个颜色，对吧？有深有浅。然后瀑布染完以后啊，云，然后就是我们松树啊，松树它的松针，哎，它的松针也是这个颜色，花青。对，现在我们染云的地方啊，不是整个喷湿的啊，是我们加颜色的地方，加颜色的地方，你看这个地方是喷湿了以后啊，是加的，看中间地方没有打湿啊，中间地方还是干的，这个不用加的地方啊，我们不加颜色的地方还是干的。然后我们染云，染那个松针啊，松树的松针部分，松针部分还是花青，还是用花青，花青加什么？加淡墨啊，调这个墨青色，哎，调这墨青色和染云的颜色一样啊，哎，对，花青加墨，对，花青加墨，花青加了墨以后啊，同学们可以稍微的多搅一下啊，调一下，在我们调色盘上把它调一下，让这墨和颜色充分的融合在一起，哎，多搅一下。松针，看，看松针的地方，哎，按照我们松针的钩的方向，你看这样去点，哎，出来一点也没事啊。染这个这个叶子的时候，不要说啊，同学那有时候说老师我这个颜色就染出来了，这个没事啊。尤其我们画叶子的时候，颜色染出来也没事。你看，不是说染出来太多，哎，印出来一部分，这样效果更好，是不是？哎，这样稍微印出来效果更好。哎，随着我们先染前面的啊，先把前面的这一棵树染出来，哎，染出来，后面再染后面的，先染前面，后染后面。哎，这个远处松树到后边的松针，哎，稍微的墨颜色淡一点。我们常讲啊，随着墨的变化，墨重少颜色浓，对不对？墨淡颜色浅。哎，染一下，稍微染一下。小松树，对不对？小松树也用这个墨青色，哎，稍微染一下，染一下。需要划清的地方，哎，山这瀑布上面，对吧？瀑布的两边水口位置，点景的，你看，这也可以，我们今天可以点这个，把点景的人物可以染一下，因为这一块是干的啊，稍微点一下，就用赭石，哎，用赭石先复勾一下这个石头栏杆，哎，石头栏杆，赭石淡赭石，哎，它的草帽是赭石色啊，稍加一下，然后复勾一下，哎，复勾一下我们这个下边这个石头栏杆啊，哎，石头栏杆用赭石沿着这个结构线，哎，复勾一下，哎，复勾一下。这个人物看啊，我们一个上成蓝色，
看这个，哎，戴草帽的我们可以染一个蓝色，哎，可以染蓝色。然后后面那个，后面一个可以染成一个稍微偏一点红色的，用赭石，哎，用赭石，哎，两个颜色，稍微亮一点啊。我们点这个点景的这个两个人物啊，稍微亮一点颜色。这个蓝色我们用什么？用这个三清去染。这蓝色我们用三清去染啊。你看，哎，三清去染。他的衣服珠标加一点赭石，不要用单纯的这个珠标啊，这单纯的珠标有点太红。我们把珠标里边稍加一点赭石，稍加一点赭石。这两个颜色啊，哎，剪影人物，稍微亮一下啊。现在我们颜色上完以后，哎，稍微亮一下，我们去这个进行点彩部分，山顶的点彩部分。后面，哎，后面我们稍微亮一下啊，亮一下，要把山顶的地方，看我们上的颜色的地方啊，一定点彩的时候，一定要等它干了以后，干了以后我们再进行点彩。我们点彩啊，因为需要点彩的时候，它不是一遍颜色，是需要点2遍或者3遍的颜色。我们先点彩也是有了底色以后，你看我们点彩的地方，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点彩的地方都是说有这个泼墨，对吧？都有墨色作为底色的，哎，作为底色。然后我们先上底色的时候，先点彩啊，点彩的时候先上一遍底色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红色，对吧？我们画这种红色的这个点彩的话啊，用珠标，看啊，用珠标，然后加一点赭石，看啊，珠标，你看我们的颜色，珠标里边加一点赭石，加完赭石以后啊，这里边稍微再加一点什么？加一点淡墨啊，稍微加一点淡墨。你看，我们调个这个颜色，调个这种稍微偏一点暗红色，对不对？调一点暗红色，就是说珠标赭石加一点淡墨，调个稍微暗一点的红色。你看我们点彩的时候，点彩的时候用笔啊，对不对？稍微用一个稍微笔锋短一点的，稍微短一点的，不要说用那种太长的这笔锋，稍微短一点的笔锋。你看，先打底色，在我们看点彩，在我们这个有了这个墨色做底色的地方，我们先点第一遍颜色，对，珠标加赭石，稍加一点淡墨，淡墨不要太多啊，稍加一点。你看，还有啊，我们开始点色的时候就讲过，点色的时候颜色一定要注意什么？稍微重一点，稍微稠一点，对不对？不要太稀啊，颜色不要加太多的水，哎，不要加太多的水啊，叫它颜色浓一点，对不对？哎，加稍微浓一点。你看啊，这是我们点的第一遍颜色，你看啊，哎，这是第一遍的颜色。
然后点色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注意我们那个墨的地方，对不对？不要整个覆盖住啊，稍微要留一点。现在我们山顶地方晾干了啊，稍微干一点，不是说这个很干吧，但是稍微干了一点。但是点的时候注意不要太湿啊，如果你上了颜色特别湿的时候，你不要去点彩，一定要等它干了以后你再去点彩。你看啊，点一点，看啊，山顶的地方，大家注意点啊，山顶的地方我们点彩的时候，这个红点稍微密一点，稍微密一点。你看，稍微密一点。然后你看我点的变化啊，看山顶点的稍微密一点，到下边来说，向下点的稍微，越来越少，越来越稀疏，对不对？一定要把这个点彩的地方集中在山顶的位置，山顶的位置。看啊，这是第一遍的颜色，这是第一遍的颜色，你看啊，然后点，一座一座的去点啊，你看点出来以后，后面的山头，一定要记住什么呀？山顶的地方，对吧？山顶的地方颜色点子稍微多一点，我们点彩的地方，稍微多一点。这是第一遍颜色，大家记住啊，这可不是说这个点彩不是一遍点成的，不是一遍点成，要点2次，至少2次，对不对？至少2次。来一点，你看啊，过来，你看，我们这个底色啊，要记住，点底色的时候一定要点够，点够的意思就是说稍微多一点，稍微多一点。颜色咋调的？我再问大家一下啊，有的同学我开始点色的时候已经告诉大家啊，大家有知道的，告诉这个同学啊，打在我们扣在公屏上，我们这个颜色是用什么调成的？大家知道的啊，可以扣在我们公屏上。有的同学稍微晚一点来的，我们开始的同学，先进来的同学可以告诉他啊，有知道的告诉我们同学，我们今天的这个底色是用什么颜色？4尺的，我们今天还是4尺整张的啊，今天画的还是4尺整张的。对，我们716的同学说的对啊，注标赭石加的淡墨，对，你看，这同学们，你看啊，这个底色注标赭石稍加了一点淡墨，就是我们第一遍的颜色，点彩的时候，我们画红云能头第一遍的颜色，稍微的让它暗一点，不要太亮，稍微的让它暗一点，因为是第一遍的颜色，对不对？稍微让它暗一点，然后点的面积啊，你看啊，稍微的多一点，稍微多一点，完成，对不对？这是这一部分的啊，对，你看，好多同学都知道，这就证明，我们同学真是也是这个，有的同学绝对是做了笔记的了啊，肯定有的同学做了笔记。你看老师一问就知道这个颜色，对吧？这3个颜色一说的特别准啊，特别准。看我再调一遍啊，注标，对，都是好学生。我们这个同学都是好学生。看啊，
注标折实，哎，淡墨稍来一点，哎，这个淡墨呀，一定要不要太多啊，一定要少一点，不要太多。你看，哎，调的这种，对吧？稍微暗一点的这种红色，哎，稍微暗一点的红色，哎，你看啊，前面点了底色以后，在后边，你看，我们开始点后面的，来注意看颜色，对不对？你看我们点的颜色啊，相对来说比较重，也比较稠的颜色。你像如果想让这个颜色点彩的话啊，我们就注意我们点彩，不管是我们点这个红色，还是我们点绿色的这个点彩的部分，颜色，你看啊，不要加太多的水，少加一点水就可以，对吧？一定要让颜色就稍微的重一点、浓一点，这样，对不对？覆盖力这样还比较强一点。我们点彩就是为了什么呀？对吧？为了一个是颜色厚重鲜亮，对不对？哎，厚重鲜亮。你颜色你点的浅，加这个水加的太多的话，一个是有的同学说，我点彩能点出来以后，就是还这个阴出来了就，对不对？不要加太多的水，哎，我们不要加太多的水，稍微的让这个颜色稍加一点这个水就可以，就是我们能那个调开这个笔就可以，对不对？哎，调开笔就可以。你看，在山顶的地方，哎，我们去点，看啊，后边一层，前面又是一层，对不对？哎，前面又是一层。点彩的时候，尤其我们点彩的时候，不要着急啊，要一遍点完以后，哎，稍亮一下，我们才去点这个第二遍颜色。你不要说，你看啊，你不要说点完第一遍，我们也不也这个颜色还没有干的时候，你就马上去点第二遍，对不对？然后它两个颜色就会融在一起，第一遍和第二遍的颜色，对吧？你试的时候就会融在一起，稍微亮一下，哎，稍微亮一下，亮一下以后，我们再点第二遍的颜色。看第一遍的颜色稍微的面积稍微大一点啊，点的面积呢稍微大一点，因为我们点彩需要什么呀？第一遍的颜色稍微大一点，第二遍的颜色面积稍微小一点，就是一遍一遍的面积面积是一遍比一遍面积要小，这点彩的这个规律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第一遍的颜色敷的稍微的，就是说面积大一点，稍微大一点。到后面我们再点第二遍颜色或者第三遍颜色，是一层一层的缩小，它是有层次的啊，不是说我们这个点彩不是平涂，大家记住啊，我们点彩不是平涂，是一层一层的点出来的啊，一层一层点出来，不是平涂。哎，用颜色，对吧？用颜色点出它的深浅不同的层次。哎，一定要把底色点够啊！哎，我们第一遍底色一定要上够。哎，你底色你打不好，到我们后边再点彩的时候，对吧？一个是我们那个亮度达不到，哎，颜色的厚度也达不到，就达不到我们说的这个颜色。一看，有的同学一看，老师点的怎么嘛？颜色这么这个厚，这么亮，我点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浅？你是第一遍颜色，哎，做底色的时候，哎，你没有上够，
对不对？没删够颜色。看，我们第一遍颜色，哎，一定要上够它。你看啊，我们调颜色，颜彩的颜色也是啊，比较稠、比较重、比较浓。你记住啊，我们这个点彩一定要注意这个三个方面啊，稍微稠一点、重一点、浓一点的颜色。你看，我们有了，对不对？我们有了墨做底色的地方，你看它的颜色，你点出来以后，对不对？相对来比较厚啊，哎，比较厚。你如果没有这个淡墨做底色，没有这个墨做底色，你点出来的颜色，你看我们做一个实验啊，我们点在这是没有墨的地方，我们只有线的地方，你点一下，是不是它的颜色特别薄，对吧？你看，它也达不到我们需要的那种，一看这颜色特别亮、特别厚，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对不对？你看。它没有什么，它没有那个墨做底色，对吧？你像我们上面还有墨做底色，哎，近景的前面，你看，我们也可以点一点，点的时候点在什么地方？点在我们胎点，哎，我们有墨点胎的地方，哎，点一点颜色，哎，第一遍啊，这是我们第一遍的底色，完成以后，哎，我们稍亮一下啊。稍亮一下，我们去调第二遍的颜色。稍加一点。我们稍亮一下啊，稍亮一下，我们调一下这个第二遍的点色部分。第二遍点色就用什么了啊？就开始用这个朱标，然后朱砂两个颜色啊。朱标，稍亮一下，不一样啊，不是一个颜色，大家记住啊，不是一个。我们第一次的颜色，你看啊，第一次它的稍微暗一点是什么呀？是朱标赭石，稍加一点淡墨，打的底色啊，这是底色部分。这是第一遍的颜色，大家记住啊。第二遍颜色，它的上色方法是，一个颜色比一个颜色的面积要小，但是第二次颜色是不一样的。第二次颜色我们用什么？朱标、朱砂调在一起，朱标，看我们调一下的时候稍微亮一下，正好把这个我们画面稍微亮一下啊，稍微亮一下，我们调一下颜色。对，朱砂、朱标。这也是一半一半的啊，1:1的比例，就是我们朱砂是以这个占一部分，然后我们朱标占一部分啊，把两个颜色调一下，稍调一下，哎，朱砂、朱标，让它调在一起啊，调在一起。对，第二遍我们朱砂、朱标调在一起，对，1:1。因为什么？你看，因为这个朱砂的颜色，它的红色稍微偏一点暗，稍微偏一点暗。朱标呢，
它的红色是飘一点发黄，没有朱砂，没有朱砂可以用朱标，没有朱砂我们就用朱标就可以，你单色朱标也可以，对吧？你没有朱砂，我们只能用朱标。你看，哎，你看啊，我们这个红色，看朱砂和朱标调在一起的，是不是？它的红色来说，哎，比较柔和。你要单一的用朱砂，它的颜色比较红，而且是那种不是说那种特别亮的红，是那种稍微发一点暗的那种红。我们就用你没有朱砂，我就用朱标吧，对不对？朱砂没有别的颜色可以代替。稍微亮一下，可以啊。你看，哎，我们上第二遍颜色的时候啊，看我的点的时候，它的面积，橘红行不行？橘红，我想这个国画里边有橘红，橘红也是啊，橘红也是偏一点黄色。这样就你如果没有朱砂的话，就单纯用朱标就可以啊，你朱标就可以。就至于我们这个，我教给大家就是方法，对吧？颜色你可以随自己的。你看啊，上完一遍以后，稍亮一下，我们点第二遍的颜色。你看，哎，还是有山顶的地方啊，开始点，注意它的面积。你看啊，哎，山顶让它是比较红一点啊，比较红一点。你看，稍微反光一点，我们啊，稍微反光一点。看我们点的面积啊，还是点在我们第一遍这个打了底色的地方，然后面积稍微小一点，哎，稍微小一点。哎，流出啊，流出来，一组一组的。你看，你点的时候不是说这个怎么说呀？不是说一下子就是说会平铺的颜色啊，我们也是点出来，它是有层次的。哎，它是有层次的。你看啊，底色这个红稍微暗一点，到山顶的地方，对不对？我们的红色就稍微亮一点，对吧？看啊，我再给大家点一个，这个点色的时候啊，这个笔呀不要太湿，对不对？要干一点，要有笔触。笔触的意思就是啊，我们点一点，你看啊，第一遍的时候你可以不显笔触，就是点出一个大的面积来。到第二遍，我们第二遍点色的时候要注意它有笔触，一笔一笔的要明显。你看啊，对不对？它的面积小，但是它有笔触啊，每一点和一点中间是有空隙的，哎，是有空隙的。大家记住啊，记住这个方法，因为我们到后面如果画这个春景或者是画这个夏天的景致的时候，如果要点彩的话，也是这个方法，只是颜色不同，对不对？哎，就是换成红色换成绿色，对不对？红色换成绿色，但是点彩的方法、规律、用笔是一样的，哎，是一样的。第二遍，朱砂朱标。刚才同学有说有这个记了啊，有同学记笔记的，可以这个扣在公屏上告诉我们后来的同学。没有听到的同学可以告诉他
我们第二遍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可以扣在公屏上，告诉大家。我别着急，我们还没点好，对吧？我们点彩部分还没有完成。你截屏来说，只是截个，就是还没有完成的作品。等我们点完以后，对不对？点完以后，我们再截屏。哎，不要着急。你看，哎，对不对？你看啊，我们第二遍的颜色是不是它的面积？对不对？比第一遍我们底色面积要小。这点到了我们山顶的部分，对不对？哎，点到山顶的部分，对，朱标朱砂。你看，还有同学能记住啊，1:1的比例。刚才同学就是啊，就是刚才就是老师就说的，我们同学们都是爱学习的好学生，对不对？哎，都是爱学习的好学生。老师一讲什么颜色比例啊，对吧？记得都很清楚。你看，对不对？看山顶的地方，让那红色，是吧？让它亮一点。这是我们因为什么啊？还是因为我们打的底色，对不对？一层一层的颜色，它去衬托，它去衬托。所以点彩，对吧？有同学喜欢这个点彩，觉得颜色亮，但是要记住，它不是一遍点出来的，哎，它是经过2遍、3遍才能达到我们需要的这种效果，对不对？哎，点过来，嗯，哎，点的时候啊，一定要什么？哎，不要说没有规律，是吧？要一组一组的去点。点的时候还要记住什么？还要记住一点，我们点彩的时候有后面部分向前去点，就是一层一层的颜色去压，去重叠，不是漫无目的的去点。你看啊，你看一下我们的结构，对不对？后边这是一组，这是一组，前面又是一组，对不对？你看这也是后面一组，前面一组，它分的层次很明显，层次很明显，就是由后向前去点的，先把后边点出来，然后前面的结构稍微压一下后边的层次，是这样的，分出前后，你看，对吧？哎，先点山顶上的，然后再向前去点，真是啊，老师教的大家都是非常这个非常这个有这个嗯叫什么？我们常用的技法。有的同学有的就说啊，老师，我一直不知道这个颜色怎么点出来有层次，老师教给大家，对不对？这样你在点彩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呀，我点出来怎么出了层次？哎，这样大家这个老师教给大家怎么去点出层次来，不是说一片，对不对？不是说我点出来一大片，哎，一层一层去点，哎，点完以后，你看啊，还是这个颜色，在我们山的结构上面，哎，稍加一点，哎，稍加一点的红点，你看，对不对？哎，稍加一点红点，和我们山顶的这种点彩，哎，结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显得画面比较和谐。不是说，哎呀，怎么就山顶上有红点，别的地方没有？你看，可以在结构线的地方，我们点开的地方加一点
加一点的红点。哎，前面的山峰，哎，点菜的地方加一点。哎，来一点，你看，也是点在我们第一遍啊，第一遍我们点了底色的地方，我用这个朱标，这个朱砂朱标调的这个红色，给加点一下，哎，加点一下，哎，这是我们第二遍点彩啊，第二遍的点彩。点完以后，你看啊，哎，点完以后，我稍微我们要把颜色亮一下，哎，稍微亮一下，哎，稍微亮一下，亮一下以后，这个啊，我们把颜色点完以后要晾干它，要晾干它，晾干了以后，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做后边我用颜色稍微要染一下的。稍亮一下，我们稍亮一下画面啊，稍亮一下画面以后，这个点彩啊，大家记住要点彩的时候，你看一定要等它干了以后，你比如说第一遍颜色点完以后亮一下啊，不要说点完一遍你湿了就点第二遍，对吧？点完第二遍以后，你第二遍的颜色和第一遍的颜色融合在一起，它就没有你的层次。一定要等到第一遍干了以后，哎，我们点第二遍。点第二遍点完以后啊，你看我们需要什么呀？点完第二遍也要等它干了以后啊，我们再去，就是说不亮的地方，如果干了以后它不这个颜色不亮，我们可以再点第三遍，是这样的啊，一定要等它干了以后，我们再一遍、两遍、三遍的这样去点色。景色，你给老师又定义了是吧？我们那个点彩的部分啊，你看第一遍点完以后，哎，第二遍面积稍微小一点。那干了以后啊，干了以后我们需要，比如说感觉颜色还是不亮的话，不是特别亮的话啊，我们到这个后面点彩的时候，你稍微加一点什么？看我们这个，这是第二遍的颜色，你看啊，第二遍我们朱标和朱砂调在一起的，对不对？调的这个红色，哎，是里面可以加什么？你看啊，我们要点第三遍颜色的话，稍微加一点藤黄。你看啊，在我们调的这个红色里边，稍加一点，哎，稍加一点藤黄。你看，哎，这红色里边，你看啊，红色里边就是我们调的第二遍颜色，对不对？稍加一点藤黄，这样的一个颜色就会，比我们这个红色呀，对吧，亮一些，就会那个偏一点金红、金黄色那种。你看，加了藤黄以后，它的颜色就比我们那个第二遍的颜色要亮一些。你看啊，还是啊，点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啊，第一遍点色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是几乎是平铺的，就是说点的时候，哎，平铺过来，它没有深浅的变化。第二遍的时候，我们点的时候由上向下，然后面积稍微小一点。到我们第三遍加了藤黄以后，这个红色，你看啊，还是由后边，你看一点，它的面积比我们第二遍点彩的面积，对吧？还要小一点，对不对？只在我们山顶的地方点两笔，你看啊，就在我们山顶的地方
哎，点2笔就可以。点的时候注意啊，还是先点后面，再点前边，就是用前面的颜色压后面的颜色，它是有层次的啊，不是没有层次，它是有层次的。你看，对不对？哎，一组一组的，这个不明显，你看哦，点这个，点我们主山的地方，哎，你看啊，要有笔触，大家记住啊，点的时候要有笔触。看，在山顶的地方，对不对？又多了一个层次，然后它这个红，对吧？更明显，更亮。哎，比较来说，所以点彩啊，需要我们，对吧？需要我们这个点1次、2次的，不要说不是一遍点成的。大家在家里画的时候，比如说，我着急画，对吧？你可以点完一遍，对吧？我们有吹风机，你可以弄吹风机，对吧？把点彩的地方，我吹干它，吹干了以后，我就点第2遍，这样去点。记住啊，一定要等它干了以后，我们再去点，这个要记住。不要说第1遍还这个还比较湿，你就点第2遍，对不对？它就2个颜色融在一起，你就没有这个层次，分不出这个层次来。同学们好，就是我看到这个同学这个作业里边就有的点那个红色就是啊融在了一起。老师，我的颜色怎么点完了以后它就是不亮啊，对不对？就是你没有把握它的这个层次，对吧？着急画完以后，点完1遍还没有干，你就马上点第2遍，第2遍还没干，你就点第3遍，对吧？你这层次就没有分出来。你第1遍和第2遍融在一起，整体来说一看还是点了1遍，对吧？虽然你是点了3遍，但是给人感觉这颜色就是1遍的颜色，它没有嘛，没有你层次。你看，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山上，对不对？有亮的地方，对吧？到暗的地方，对吧？它有个层次的过渡，它有个层次的过渡。哎，所以说我们这个画画的时候，也是一个什么？一个是修心养性的过程，对不对？修心养性的过程，不能急躁，对不对？不能急躁，哎，一遍遍的来，看，对不对？你看啊，它的这个是不是一组一组的？有亮的地方到暗的地方，还有个过渡，对不对？你看啊，每一笔它都有一个结构，不是说你看你湿的话，你肯定湿的话，你没有这个笔触，它这个点子就融在了一起，一看就是一大片的红。你看，一定要有它的结构，然后一组一组明暗的变化，有后面向前面一层一层的去颜色去压重叠。哎，你看下来，看对不对？来看一下是不是它的颜色有深有亮的地方，到暗的地方，对吧？一组一组，它有个层次的变化。哎，完成以后，哎，稍微亮一下啊。不是啊，染没有啊，我们3遍就可以了，不用染4遍啊，3遍就可以。
3笔可以，就是说它有了亮的地方，对不对？你看啊，山顶亮的地方体现出来就可以。到后面，你看啊，让点彩完成以后，注标还是这个注标色。我们用注标调一点注标色。关键的是我们后边的啊，点完以后，后边的颜色稍微染一点。你看啊，曙红，注标加一点曙红。注标色稍加点曙红，来一点，曙红不要太多啊。你看啊，注标加曙红，点彩的地方，对不对？点完了以后啊，注标加曙红，在我们点彩的地方，向下让它稍染一下。稍染一下啊，这个也是用注标调的，注标加一点曙红，曙红不要加的多啊，不要加太多，加一点就可以，还是以注标为主。你看，在我们染的什么点彩的地方，对不对？点彩的地方稍加点这个颜色，稍加点颜色。看山顶的地方啊，别的地方不要加，加在我们山顶点彩的地方，加一点注标曙红，让它下来。你看啊，让它就是说我们画面更柔和一些，对不对？更柔和一些。加一点，看这样啊，向下让它稍微的虚一点，对不对？稍微的虚一点，整体上让它和下这个我们点彩的地方和我们的山石融在一起，对不对？你看是不是这样就能融在一起？不是说你点完以后啊，你看点完以后的颜色是不是特别亮？然后下的山石颜色稍微浅一点，对不对？所以让它颜色，你看我们用这个颜色让它衔接一下，和我们下面山石，这样衔接一下，就感觉不是那么生硬，对不对？你看，稍微衔接一下，这个颜色是朱标加一点曙红调的。我们画这个红云当头这个题材的话，比如说画这个秋景，还画这个红云当头的题材的话啊，你看我们用的颜色，对不对？朱标先用赭石，赭石藤黄，朱标朱砂，对不对？它这个偏暖色的用的比较多，偏暖色的用的比较多。其实，在我们云的地方，还有我们树的地方，稍加一点这个花青。大面积的还是以赭石藤黄暖色调、朱砂、朱标为主，对吧？都是一个暖色调为主。稍微的让它衔接一下，你看，对不对？你看这样就
比较自然一些，就不像我们开始我们山石地方颜色，对吧？浅一点，你点的彩颜色比较亮，比较重，哎，这样你看，让这个颜色这样衔接一下，让它衔接一下，这显得我们画面，对吧？就比较自然，也协调。哎，点那个点红点的地方，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加一点颜色，让它这一块红一点。就是我们上色注意什么？注意它整幅画的画面协调。哎，要注意这一点。哎，稍微的加一点，让它整个画面，你看，加了颜色以后，是不是？哎，它的颜色就能融在一起，和我们的这个点的胎点，还有点彩，哎，就能融为一起。哎，好，哎，注意啊，看，注意我们颜色，加了颜色以后，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哎，我们的画面，点彩的地方和我们下边的山，对不对？哎，就能协调到一起。所以后期的这个颜色调整，还有我们这个画面的调整，实际上所开始的颜色开始上色的时候，后期的调整很重要，对不对？好的画面就是我们在课上有时候也是时间不够，对吧？有时候我们调色就需要我们后期的完成以后，到下面我们就再做个调整。对，衔接，对，我们就是你看点彩的地方，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点彩的地方比较亮，然后下边山石部分颜色比较浅，它融不到一起。你看我们现在用这个珠标加曙红调的颜色，看稍微的让它衔接一下，是不是？你看就能融为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对不对？一定要注意它画面这个衔接，然后它的画面这个整体的效果。